好，我们接下来也要持续的关心中国跟日本之间的状况。好，主要就是因为刚刚像介大使有讲说啊，现在在东协有个外长会议。好，所以呢，我们也看到啊，在高市讲完台湾有事，是不是中日首度破冰呢？好，我先讲高市讲台湾有事，在去年的11月7号。那因此之后呢，中日之间的关系啊，啪急速下降。结果破冰了吗？好，因为日本的外相茂木敏充出席了东协外长会议的时候，他说有跟中国大陆的外长王毅短暂的交谈。好，那他说啊，日本跟中国在地区和平都扮演重要角色，未来要继续保持对话，他认为极为重要。好，但是茂木敏充讲完这话之后，中国的发言人外交部发言人是驳斥了这说法哦，所以你可以看到联合报是写各说各话。哦，他说他见了王毅，但是中国大陆否认啊，因为北京方面否认说王毅有在马尼拉期间，他说没有跟日方会见的安排。好，王毅更缺席了东协跟中日韩，也就是东协+3的外长会议，由外交部的副部长华春莹代打来出席，所以中国对日本的态度看起来还是持续的蛮明确的。好，那现在高市政府是不是也是剑走偏锋呢？小泉进次郎是日本的防卫大臣，他就特别讲到了说啊，若不打破核武议题的讨论禁忌，没有一国能凭一己之力确保安全。好，那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则说，高市这个政府将继续坚持的是非核3原则，透过强化自身的防卫能力以及提升美国延伸核武的可信度来维护和平。但是现在日本自卫队爆发了一件争议为什么我们特别讲自卫队？主要就是因为日本现在有希望能够让自己正常化嘛，那他们自卫队既然爆出了这样争议，就让很多的民众有质疑啦。他们是爆出说有在搜集市民的性癖。这个是退役队员说该部队搜集的情报其实还涵盖了性癖好跟异性关系比较私密的个人隐私，而且该资讯不仅没有经过当事人同意，也没有依法登录为公文书，所以疑似是秘密的进行违法的监视跟控制，甚至还有派女队员来进行色诱。好，那日本的这个情报部队搜密民众的思想资料，说有好多人的个资外泄。好，这个是日本的陆上自卫队中央情报旗下的对外情报部门现地情报队，好，说涉嫌在没有法律的依据之下，对教授、学者、非政府组织代表展开思想调查。好，内容包含了爱国心、对自卫队的情感以及思想信条的敏感资料。好，说连防卫大臣的官僚竟然都回应说不知情。好，那当然大家就会很质疑这件事情被爆出来了，结果整个官员、整个内阁都不知道，那到底民众的这个安全隐私何在呢？好，那现在我们知道要摆脱中国大陆现在呢，这个对石墨的依赖其实是达到90%，但是日本想说，好吧，既然中国大陆动不动就对我勒脖子，那我就要想说把它寄望在别的东西上面。好，对他们对石墨的依赖主意打到了松树上。好，因为他们希望利用松脂来取代传统原料生产石墨，希望达到石墨的稳定供应。好，但一轮看了一下确实在日本的研究机构有做出这样子可以来做一个生产石墨的事情，但是它转化率只有8%，而且如果要达到工业级的规模，像是支撑庞大的半导体或是电动车市场现在恐怕还是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好，那现在是不是美国因为强迫劳动对日来加征12.5%的关税？日本说非常遗憾因为我们觉得日本跟美国之间应该也算麻吉，结果不是还是该关税要加的就要加。所以木原忍也说对于美国这次仅以日本未禁止进口强制劳动产品为由，就对日本加征关税的最新措施，他们感到相当的遗憾。那美国是对60个国家加征10%到12.5%的新关税，日本企业就苦叹说真的是美国疲劳。那以及美日现在有重大突发
啦，因为美国罕见警告日元暴跌。敦促日本央行要继续加息因为日本相对于美元的汇率在23号的时候已经来到了164的关卡，创1986以来的新低所以呢，美国财政部对此示警说不乐见日元汇率过度波动所以呼吁日本的央行要追加升息。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日本跟中国的发展目前在这个东协外长会议的时候，我是觉得有点尴尬，因为茂木敏充说他跟王毅谈到话了，结果马上中国大陆就打一个巴掌说根本没有。亮哥怎么看？不了，这个就好像你在那边走过来，我过去蹭你一下，然后说王毅你好，就说 hello 这样。对啊，然后也说有跟他。我为什么中国要驳斥啊？因为东盟加中日韩的外长会议+3，王毅没有去。王毅是请华春莹代表嘛，次长然后也没有跟日本的 side meeting， 就是场边会议，王毅跟11个外长个别开会11个，中国大陆都列出来了，就是没有日本跟韩国，韩国也没有，因为他中日韩那一场他没去嘛。所以这个显然就是日本故意的报道，就是茂木敏充他是有任务的啦，就是要假装跟王毅有见面，然后要去骗日本人跟日本媒体啦，就这样可是这个东西只要是在现场的人都知道，这一下就戳破了。你们就是没有开会嘛，这也没什么，我们台湾 APEC 也常这样说某某某有见到谁不是这样吗？所以这个典型的啦，你去想一想你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还在那边说，我们应该别无禁忌的来讨论核武问题。你外长要跟中国见面，这两个基调完全相反呢。人家干嘛跟你见面？对不对我倒不认为小泉进次郎跟日本政府是冲突的啦，因为5合3原则也是要修那只是不会像小泉进次郎讲的这么大辣辣。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就是要有核武啦，不管我们自己做或美国进来给我们保护伞，我们都愿意。那我们应该不要有忌讳，就开放来谈。这个美国是不可能允许你开放来谈的啦。美国在1975年的时候，曾经偷偷的把核武带进去，在日本，可是完全由美国主导，就是那个战略轰炸机那到时候又走掉了。那日本现在就是希望说，可不可以你来让我知道一下这样。那他举了芬兰做例子嘛，因为芬兰最近刚废除了禁核条款，那就是法国的携带核弹的战略轰炸机要飞到芬兰，那就要停在芬兰的基地了。那俄罗斯就提出严重警告那小泉进次郎在幻想这个了。我跟你讲，他会提这个，就表示中日关系真的很紧张嘛。他担心万一有军事冲突，那日本要有核弹嘛，不然他会怕嘛，就这样好，将军怎么看这个东西你不要讲说美日关系再好，他都不允许你去发展核弹的。凡是有核子大国都不希望自己周边有任何核子武器。第二个，日本你不拿战斧飞弹去威胁中国的话，中国何以会对你做这么多军事上的演习、警告，在示威跟警告？是你自己先惹了事现在就叫人家核子保护。我跟你讲，就算美国的核子武器到了你日本，你也没有自主权没有自主权的武器，就等于没有武器是美国愿意说拿这个来得罪跟中国开启核子大战嘛？不可能嘛！我跟你讲，以前823炮弹最紧张的时候，日本又把美国又把屠牛式飞弹放了台湾，那根本我们就指挥不到他一看状况差不多了就撤走了。所以日本要求核子保护已经多次了，
美国用的手法就是说，哎，弄个核能潜艇跑到你港口靠一靠又走了。所以我自己在玩火，火烧起来又没有能力去制止。今天还只是外交上唇枪舌战，你要真的实力，你日本怎么拼得过俄罗斯、朝鲜、中国3个有核子武器的联手？你怎么不算算？核子武器有几个禁忌？国家小，人口密集度，核子伤害就很严重。你像俄罗斯那么大块地，你打吧，打他们10几发，人家也没觉得有什么太大感受。可是打你这种，你知道东京有多少人口吗？2、3千万，对不对？一发就让你这个人口蒸发了，太可怕了。所以这个东西啊，当初我们在国内，台湾也盘算过核子武器的问题，也是因为台湾土地面积太小，人口密度太高，人口又集中。你说拿这个东西来吓阻一个核子强国，何况那个时候中国大陆还不是强国啊，有这个念头，但是打消也就打消了。所以今天日本同样用这个念头，你看印度的、美国的 F-16，莫迪要用，美国说不行，不能用就是不能用，所以阵风被打掉6架嘛，就是这个道理嘛。当你拥有这个武器，使用权不在你手上，就等于没有。你看啊，韩国跟美国争了很久，争什么？韩国说我自己的武装部队我都没有指挥权，要听你美国参谋长的。为这个事，韩国都已经跟美国讨论很多次。所以我跟你讲，不要说核子武器，连部队指挥权你都要掌握在自己手上，要不然怎么办？可是，在掌有大国怎么讲？你不能你政客玩游戏把我拖进去。这个心态搞懂了吧？所以日本虽然很友好，你政客要玩这个玩火游戏，美国不想参与，不奉陪。我被你拖进去，我没玩了，懂吧？所以你看他们关系这么好，没答应了。你搞核能电厂也许勉强，对不对？是，谢大使怎么看呢？其实日本现在石墨又在拉警报了，对，90%需要中国大陆进口。可是你知道石墨是用什么用的吗？石墨是现代高科技重要的战略资源，你90%靠中国大陆，那你还去惹中国大陆？没有搞清楚啊。那一断的话，它这个会影响到核能，会影响到航空航天，会影响到化工，会影响到防腐材料，甚至影响到电子业，所以它的应用范围非常广。那你可以去找别人，那你当时为什么要跟中国大陆买？当然是性价比比较好啊。那你可以去别的地方去找，可是你成本又要增加，运输成本，因为中国大陆就在隔壁英管河，你到中南美洲去买，你到澳洲去买，那就不一样了，对不对？那增加你的很多成本。所以这个光石墨还有稀土来看的话，其实日本这个国家啊，我觉得跟寻找外部敌人的时候，他也要自己要掂量一下自己有没有那个实力，因为日本是一个地狭人稠，然后呢缺乏天然资源的国家。我们现在只是这几个工业原料，日本更严重什么？日本的食物不能自给自足的，日本的这个畜产品啊，这个畜产品啊，也就是说这些牛羊肉、猪肉啊什么，它的自给率只有17%，哇，很低耶。对，你要吃牛羊，你要吃这个猪肉，对不起，你83%是靠进口。对，因为这个畜产品它还包括什么呢？还有很多你要养，大部分的话你要进口大量的饲料，那个也都算进去，也是很昂贵。能源也是非常依靠外国啊。对，还有日本的整个食品，他们说供给日本人现在的营养程度的日本的食品的自给自足率只有34%，你可以增到60%，那你就日本人就再说一号，少吃点，吃不了那么多，没那么多东西。所以你看，光吃的都不够，还要在那边跟中国大陆挑战。然后呢，日本的汽车、化工什么都很厉害。对不起，日本不产钢铁，铁砂没有，煤矿没有。更重要，日本没有石油，没有能源。所以现在日本我不知道他凭什么底气去跟人家挑战。那中国大陆只是进你的这个几个稀土，你看日本现在哇哇叫了，哇哇叫了。石墨要用松子松果来做，你日本有那么多松树吗？这个我觉得高市早苗这些人
这个唯心主义啊，缺乏做决策，缺乏科学的数据做基础，就导致今天日本的问题。好，所以8个字形容：螳臂挡车，自不量力。自不量力。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到日本。我们前一节才讲说美日关系友好，但是该征的关税还是要征哦。那现在美国啊要延续它的关税，因为到期了，所以现在又要宣布新的。好，这新的其实是延续啦。那我们看到美国发布了新关税，中国大陆是12.5%。好，这是川普政府在23号宣布，将对包含日本在内的60个国家和地区加征关税，税率从10%到12.5%。那日本是12.5%。美东时间24号凌晨0.1分哦，北京时间是中午12.1分，是正式启动。好，所以已经启动了啦。好，那川普呢也说啊，习近平将在9月24号访美，那聚焦的是人工智慧的议题。好，川普说人工智慧可能是人们所见过最伟大的事物哦，谁赢了这场竞赛，最终就会胜出。好，再说一遍，我们领先中国，我们希望能够保持下去。那习近平将在9月24号访问美国，我们在北京时就讨论过AI， 所以会再讨论一次。哇，习近平，对不起，是川普哦，可以把9月24号这么明确的说出来啊！但是中国目前都还没有任何官宣哦，而且他们还算蛮保守的哦，因为看到中国大陆的副外长马朝旭有访美哦，那他是应邀美国的访问，应邀来访问美国，好，就落实中美两国元首的共识，推动建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来深入的交换意见。所以你可以看到两方还是持续的磋商哦，但是川普已经等不及了，赶快把时间点给讲出来。好，那美国真的能去中化呢？怎么讲呢？美中现在有推300亿的美元对等降税哦，所以美国的大豆、牛肉等农产品都在这个框架里头啊，因为他们最近就开始筹备美中的元首在9月要会面。双方目前说商谈还蛮顺利的。好，那 Rubio 跟王毅在会晤之后也有强调，美方不会以牺牲盟友的利益为代价，但是仍然希望跟中国来建立积极且具建设性的关系。那中国大陆的商务部则透露说啊，双方的经贸团队已经就贸易理事会的架构、职能、运行模式有一些密切的沟通，而且探讨要推进各自300亿美元规模的对等降税框架的安排。好，那美国上周玉米出口增加新做的黄豆主要也销往中国。这是美国农业部的最新出口数据，说10号到16号这一周，其实呢新一季的黄豆外销相当的亮眼，说来到了153.7万公吨。好，那其中就是中国大陆强劲拉货，它一个国家就包办了100.6万公吨。好，所以成为美国这个黄豆主要出口的目的国。那美国现在也希望要进中国大陆的 AI 模型吗？说有近2000家的矽谷清创是赶快抠白宫说啊，你这样进我们会瞬间完蛋。好，因此要去中化有这么干单吗？好，不吧。好，那当然川普现在急搞关税，是不是因为战争呢？钱不够用，因为伊朗现在官宣说摧毁了美国10架死神跟2架重型的直升机。好，那美国的国防部也说，每年管理的资金规模接近1兆美元，长期存在无法完整掌握资金从拨款到支出的问题。那陆军甚至在整合装备的时候因为有人员手动输入的字母车辆的序号从这个 O 打成了数字0，所以有判断为新车，有重复的登录，所以账面上的车的数量还增加了，所以还进行了比对跟修正就是乱成一团就对了。好，那油价飙破了100美元，美股重挫，现在川普警告伊朗恐遭大规模的攻击。中东的情势急剧升温，现在国际油价在23号这个飙破每桶100美元，是今年5月来的首次，所以可以看到美股也有反应。23号美股4大指数都是收黑的。好，那今天台股也是收黑，跌了1000多点。好，那债市警报响了，中东的战火推升油价，美债的殖利率创18个月的新高，所以大家就说打仗要钱，石油也要钱，那是不是战争掏空了川普的口袋？因此现在没办法，关税到期了，持续的加征关税就
变回了关税帝君。好，我们看到一开始川普就是对于新关税的部分中国啊、日本、台湾我们都有，但是他现在跟习近平不是9月底要有一些会面吗？这样子会不会破坏一些关系？亮哥，川普的政策都是互相矛盾的啦，他不是要降低通膨，那你增加关税，你的物价不会上涨吗？会。这个12.5是额外再加的哦。它本来有一个针对全世界的10%的关税，是再加上去，是22.5。那现在大家都在等答案，中国大陆是不是也对美国加上去？对等所以我不知道川普在干什么。即便他讲了这个吹牛，这个 AI 也是自相矛盾啊。再说一遍，我们领先中国，希望继续保持下去。那请问为什么矽谷有200家新创公司拜托白宫不要进中国的 AI？ 矛盾，不是吗？我跟你讲矽谷的新创公司用中国的 AI 高达70%，美国的中小企业用中国的 AI 高达46%。为什么？我算一笔账给你知道了。那个 DeepSeek 你如果用100万 token 的 API 它的计价是0.87美元。那你就用 Cloud， 就用它最好的那个 Fable 5啦，也是100万 token50块美元差这么多啊，60倍。你叫矽谷新创公司，它还没有赚钱呢，我就要先要去付那个订阅费，我这个钱出去就没了，我养 GPT 也一样贵。所以美国为什么最近会紧张如果中国大陆可以把 token 的平均价压这么低那你美国的 AI 公司那个订阅费合理吗？而且功能本来美国是说算力芯片你永远追不上嘛，结果没想到现在算力在逼近了虽然没有美国顶级的那么高啦，90%有吧，够用就好价格是1/50。你认为美国的 AI 公司能够不降价吗？那他如果不降价，你认为你的客户不会跑掉吗？当然这不是新创这个都是小公司是大的公司可能不会跑掉，政府可能不会跑掉，可是中小企业还有其他国家嘞。我讲白了，全球南方谁愿意用你那么贵的 AI 是，对不对？那一定找 CP 值最高的嘛。不，因为你太贵了，你如果贵个2倍勉强贵50倍。那为什么 AI 的股票会跌？因为人家开始怀疑你的财务模型有问题嘛。泡沫，就你给人家定太贵了，你是靠这样来撑你投入的资金嘛。而且昨天还报一个资料出来，说美国那个7姐妹投资 AI 的钱有2400亿是发债，发公司债本来大家以为是用现金呢，原来你是借来的。那美国的殖利率也在往上飙所以我跟你讲，他们现在的财务模型一定会面临严厉的挑战是。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它都是闭锁的，中国大陆都是开源的所以我真的不知道美国的 AI 未来在我们说南美洲啦、东南亚啦、非洲啦、中东啦，你要怎么去卖我也不要讲那么多了，连加拿大都不一定要买你的，因为价钱差太远了。过去美国在一方独霸的时候，可能这个市场没得选择，但是当中国的 AI 模型崛起之后，有比较就有伤害，除非算力差很远是，对不对？但现在看起来就算力没有差到这么远嘛，然后那价格美国又比较贵，那当然市场就会有心之所向。好，介大使怎么看呢？就现在美国国内这些专业已经在讨论了，就是说美国要不要进中国的 AI？ 对，因为事实上这个Kimi K3 这月之暗面 Kimi K3 7月16号一问世以后美国股票大跌之外
那美国的这个最大的一个这个AI 大模型的 OpenAI， 它里面有一个未来策略长他就发了一篇文章，网站发的，他说美国政府应该放谣言，放什么谣言呢？就是说中国大陆的带 AI 大模型有后门模式，所以你用它的 AI 你的公司的机密资料会泄露。所以呢，用这种，而且要用美国政府来放这个谣言，然后呢，造成什么？造成恐慌，然后美国大公司就不敢用这个中国的 AI 大模型。这个出来以后轩然大波，人家说你 OpenAI， 你还像个名门正派吗？大公司，你的策略长高层居然用这种非常不入流的方式来想要跟中国的这个竞争者用这种方式来竞争。那美国就说你不在技术上求突破，你用这种走偏门左道的来消灭你的竞争者，这个是不可取的。而且很多他们在讨论，专业的讨论说要不要进中国的 AI， 就有美国的这些专业很有学问，他说这个应该行不通，原因是什么？他说资讯也会向往自由，他说人向往自由，资讯也向往自由。就是说，资讯它会自由流通，你挡不住的。尤其现在这个高科技他就说资讯也向往自由，就大家哈哈大笑。那回过头来就变成，其实这个 AI 的现在这个竞争尤其在这个大模型竞争，它是很现实、很残酷的。美国的这些科技专家他们发觉一个情况就变成，他说前沿科技的寿命变得非常短，而且非常脆弱。因为你只要有一个比你好的，大家就去找那个比你好的，比你便宜的，然后你原来自以为很先进的就立刻跌落神坛，没有人用，然后这个你的技术就落后了。所以呢，到现在 OpenAI 昨天还在讲说，我们看了一下 Kimi 中国的这个中国的这个 AI 大模型还落后我们4个月，可是很多人说这个 Kimi K3 已经超越你了，还什么落后？就是他不愿意承认这个落后，所以这个竞争非常的激烈。所以美国会不会政府出手呢？我觉得美国政府还是会出手，还是会出手。对，依照美国的态性呢，因为他想要当最好的、最霸权的嘛，所以他要当世界警察，什么事情他都要管。当然，他自己国家的产业不能输。好，蔡将军怎么看？美国在 AI 吹捧的太厉害了，到处投资，变得很大的投资。现在很多投资人在怀疑你能不能获得利益回来。我将来投资你，我会不会亏损？这个东西，所以它计价才这么贵啊。对，你问题就是这么贵，你怎么撑得下去嘛？所以很早以前就有人讲 AI 泡沫。你看那个专家黄仁勋为什么那么急啊？去拍的川普半天马屁，现在也讲不行的，你不能再放弃中国的这个 AI 啊。这个内行人才知道里面的问题嘛。你为了一个面子，你这样搞，刚刚接大师讲了，资讯自由。你能阻止人家偷用吗？这个东西问题，什么东西好用，什么东西便宜，是大家公开的选择嘛？是。所以这个4个月的超前，我们不要讲说事实上超前，我们不讲说4个月能撑多久呢？对不对？这个话就好像你把女孩子的这个精华液拿去擦手擦脚，对不对？你用得起吗？用不起啊。所以这个问题，美国的霸权越来越少了，原来是希望 AI 制造它下一个霸权，这个科技霸权。那军武科技霸权已经丢了，那商用的这个霸权也眼看不行了，美元也在被人家人民币开始在挖洞了，所以这个川普真的，我觉得中国要介入选举。让川普再连任，他还能连任吗？可以。好，将军，我们看到就是因为现在美伊战争还持续嘛，几乎是把他们整个，有人觉得是掏空了美国的很多本业啦，尤其他们战争因为消耗很多嘛，怎么看？没错，这个为了川普下台的面子不无尽无止的在这样炸。我跟你讲，伊朗是越炸越团结的，仇恨值越来越高嘛，不会屈服嘛。但是隐忧是什么？一个是美国的军火库掏空了，第二个，将来世界性的恐怖主义又会出来。
你把人家压到没办法喘气，极端分子。其实现在这个说法一直都出现呢，一直有。因为说美国的 FBI 好像也要到俄罗斯去做一些讨论，都很紧张，有些讯号都很紧张。因为这个伊斯兰民族里面，它里面当烈士的这种模子不少，死了以后可以上阿拉见真主啊。所以你不要看啊，以前的差不多是他们搞啊。所以你现在你把人家压到极限，又收不到成果，美国又脱不了身。带你追查事件真相，掌握政局变化。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伦。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退役中将帅化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以及耶鲁政治学博士波正亮，大家平安，以及前驻纽大使叶文吉。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还是先带大家来关心一下陆委会哦，因为之前不是饶庆铃录了一段影片，然后到中国大陆的海峡论坛哦，就当时啊，梁文杰我们的大副主委说要查，结果查了1个月，查了个寂寞啊！好，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啊，他说饶庆铃的谈话，这是昨天他的这个记者会啊，说没有涉及重大的政治性议题。处理结论很快就会出炉。他说，两岸条约没有限制农渔团体跟大陆方面签约，所以他认了嘛。饶庆铃哦，录影参加海峡论坛免罚哦，因为没有涉及重大议题。好，那之前哦，会加多起冲啥了哈，而且还讲到了什么凤梨世家议题哦，那当然伤害的都是农民。那现在我们要来关心到啊，就是国军是不是用 BB 枪来抗敌的？这先看到就是我们很常会讲韧性哦，所以呢，总统府有个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顾问，现在只剩他。好，主要就是因为这个韧性委员会正式运作将满2年，然后呢，在这个委员会有4名顾问的名单当中，净耀法师在去年1月圆寂了。好，联电创办人曹兴诚在去年这个6月的时候辞职，那全联董事长林敏雄最近也从官网当中消失了，所以在这个委员会的顾问只剩下了前参谋总长、国防安全研究院的董事长霍守业。好，那这样子我们还有办法任性吗？那最近有个汉光42号的演习，说要暖身啦。那暖身做了什么呢？国防部啊，首次举办了2026全国空气软枪晋级射击比赛。北区的初赛，好，这个活动备受国安高层的重视哦，总统府也派员到了现场。好，那个办理比赛哦，是依据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的建议，就刚刚一轮讲的哦，这个顾问只剩1个人。好，希望借此来提升全民的防卫意识之外，也增加全社会的防卫韧性。好，那刚刚一轮讲到的2026全国空气软枪晋级射击比赛，其实空气软枪哦，就是所谓的BB 枪，好，用 BB 枪射击，就能够全社会防卫韧性吗？好，我们来看看2023年当时的国防部长邱国正怎么讲。他讲到了黑熊学院，说只是一个社团，说有些人喜欢在假日到野外打 BB 枪，这是他们的兴趣，跟国防部的建军规划没有关系。就现在国防部还举办了这个比赛，好，我们要打满头问号。好，那用 BB 枪是不是就可以抗敌呢？看看人家中国大陆在台海是实弹军演啊，实弹军演2天，这位置落在了海峡中线以西、漳州外海跟东山岛东南近海海域，针对中国大陆再次破坏区域安全跟稳定，我们的外交部马上跳起来，严正的抗议，呼吁中国应该理性自治，停止军事挑衅跟灰色地带的侵扰行径。那当然有人说啊，这在海峡这个中线以西我们还动作这么大来抗议感觉有其他目的。好，不过啊，现在台美到底友不友好呢？哇，美国的战争部次长啊提到了台湾说台湾是属于第一岛链，要确保强大的防卫战力。这叫柯博吉，他是说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没有改变，目标是维持战略稳定。那他在第一岛链拥有强大的拒止防卫战力，所以美国将跟盟邦伙伴一同确保达到该标准。
但是呢，现在南韩的外交部啊，看起来对于台湾议题又蛮必答的。好，原本他是说这个美日韩的外长会有一个声明，结果呢，韩方的声明跟美方竟然不同调。主要是南韩的外交部在事后的新闻稿，其实悄悄的省略了台海和平稳定，还有谴责中国在太平洋试射飞弹等内容，对北韩的非核化的表述也都跟美方不同。所以你可以看到，在第一岛链上面，韩国也是其中之一所以他现在跟美国的调性不太一样。那当然，这个李在明很多人就觉得他的这个外交的判断是比较没有那么像以前亲美它是两边都可以互相的融合。那现在中非则是有一些状况，就是在南海嘛竟然又再爆发冲突了。中国大陆的海警黄岩岛向菲律宾的船来喷水炮。那当然我们看到了相关的画面曝光，这是中国大陆海警船也指控说菲律宾的公务船不顾中方多次的劝阻跟警告，然后进入到黄岩岛海域，所以对它发射了高压水炮，同时敦促菲方要立即的停止侵权挑衅。那菲律宾这边当然有一些反应跟反制他说这些行为是违反了国际海上避碰规则，说危及正在执行纯粹人道任务的菲律宾人员安全。那菲律宾总统小马可仕也特别有说要寻求重启菲中关系。你看到他的动作是一个，说话又是一个，他是告诉中国大陆的驻菲大使景泉，希望结束最近在西菲律宾海发生的冲突，说两国能够加强的沟通。好，那你看在南海爆发了冲突，而且中国大陆的影片也看出来，菲律宾是直冲他们而来，结果他们的小马可仕呢又告诉大家说，我们希望跟中国大陆重塑关系，这是不是玩两面手法？那当然看到了这个饶庆林的事件因为他之前的这个风波也让大家看到了这个梁文杰他对于这个饶庆林非常的派，结果现在查了1个月之后说，哎呀，没有涉及重大的政治议题啦。亮哥安怎看？坦白讲，我们台湾的县市长去大陆做交流，没有人会去谈政治议题嘛？可是卖水果妹。蒋万安去做双城论坛有谈政治吗？没有啊。所以这个叫做故意借故找茬啦，因为那个时候氛围不一样嘛。梁文杰就是扮演这个阻止两岸交流的角色嘛，结果就找不到他就是卖水果就这样那我们这个防卫韧性委员会可以改名改一个字就好了。那个任性的任改成任意的任，很任性就对了，都随便他啦。对，没错，都随便他在想的。我讲白了黑熊学院我还有点了解，他们一直在争取国军的靶场，说他们想要有打靶的机会，因为有很多女生没有打靶的机会嘛，那也想要说反正就是全民都要有这个意识嘛，防卫意识。国防部一直不愿意，所以他们只能打 BB 弹事实上，他们是真的想打靶，国防部就一直不同意。所以我讲白了国防部也是有点难为啦。我答应你，那如果别的单位也要来呢？全台湾都在借国军的靶场，我们的靶场还不够用没错。所以他怎么弄所以只好你们去打 BB 弹吗？那未来7弹干脆也认算了这样不就是那个什么生存游戏了吗？不然他这个东西就是，不然他们要练什么？因为那个能练什么？对啊，能练什么？这个跟作战差太远了那这没办法，所以我说叫任性嘛就是随便他去想所以坦白讲，就一个一个退出嘛。你想想，曹兴诚本来在里面，那就因为黑熊的沈伯洋在里面，对不对？连曹兴诚都不做了，其他人做什么你说李敏雄上次那个军事演习嘛，我们那个防空演习，李敏雄不是让全联来当那个物资配送站吗？你不觉得这也很任性吗？真的作战，
全年有可能作为物资配送站吗？到时候断电了，你还能开吗？都他们随便想随便弄哦。现在说要什么？这个断网，不能全部断，要断一半就不能上网，可以打电话，可以发简讯啊。那结果赖世宝那天去咨询啊，说，你知不知道你不能上网半个小时啊，社会会损失多少？赖世宝就光是算电商给他听哦，说光是电商停止交易啊，我们可能就损失30亿。你认为他有评估吗？我认为没有，所以才是任性嘛。他根本不知道嘛，不是，他以为这样好玩呢、想到什么做什么。所以伊朗有断网嘛，我们也陪一陪玩，是这样吗？那这样对于这个作战的时候真的有帮助吗？真的作战的时候是断网跟断电一起来的啦。是，所以真正是战时的话，那个情境更难以想象。将军怎么看？他那个主任委员霍守业是我同学老好人，只是被招牌借去用而已。他那个委员会里面没有一个懂军事的。那霍守业有时候还讲句话，老实话，他被下面那些无知的在那里胡整乱搞，搞得很不愉快。你这个搞这个东西啊，叫做无知跟愚蠢。BB 弹能训练什么？现在战争里面步枪已经不是什么重要武器了，它只是一个心理上的一个防卫的而已啊。你现在飞机打真的战场上靠步枪能够克敌制胜嘛？那干嘛那么多国家发展战车、飞弹、火箭，乱七八糟一大堆的？是这个东西根本就在唬老百姓嘛。那个断网有什么意思啊？一点意义都没有。刚刚亮哥讲了，你随便断一下，30亿没了，有效果吗？什么效果也没有。我倒不如啊，你们干脆就搞些键盘侠在 AI 上打些作战游戏好了，没有意思嘛。你把这么高层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里面托给这些无知又愚昧的人在那里胡整乱搞，这个国防怎么会搞得起来？国军真正的问题，兵员不够，战斗部队不到60%，不到60%的部队连训练都不好训练。我们从基层连长干起来的，对，训练部队要连长自己设一个假设敌部队，自己设一个自己练习的部队，在那里玩对抗。你60%都不到，你怎么弄啊？教案呢？对不对？现在兵为什么都要退伍离开？你知道吗？我们当年的时候，每个军团下面好几个军，10几个师，我们上面的督导单位多少？师部、军部、军团司令部、总部，每个单位有参1、参2、参3、参4，正1、正2、正3、正4。都下来督考，那个时候部队多，大家分担一点，部队还不是很累。现在好了，上层单位没有少，督考的没有少，验收的没有少，演习的没有少，下面单位就这几个，每个单位只有60%的兵马，那玩下去哪个还能干呢？累死了。演习不够怎么办？我这个营长跟郭营长，借我100个兵凑一凑，啊，那过两天借营长要借给他。那兵给你玩死了啦！对啊，所以他们都坐在冷气房里面对啊，这些家伙在房间里胡说八道。对啊，下面一将无能，累死三军，这话在国军里面演的是最透彻的。为什么当初人家签自愿役来，结果都不干了，退钱走人，受不了了嘛？我们是带过兵的，知道啊，上级督考是没完没了的，再加上现在乱七八糟的演习。没有意义的演习，再把老百姓弄去用 BB 弹、空气枪，那个准头、那个力度，根本就训练不出一个打靶的。大家玩游戏，对，任他们胡搞嘛。国防经费就这样糟蹋的，这样听起来蛮可悲的。这小大嘎嘎9的不比他强一点，现在真比不上20-30年前的部队，差很远呢。那你科技部讲那个废话，台湾什么时候有强大的火力来支持这个战争呢？这是把我们台湾人的人命当成炮灰，去达成美国消耗中国大陆的目的。狼子之心昭然若揭。是，
好，所以台海不止有一些问题哦，南海最近冲突也蛮多的，谢大使怎么看？南海其实现在中国大陆就是说，尤其黄岩岛部分，它现在已经划了领海跟这个临街区了，所以它的这个防备的这个范围非常清楚，所以过去没有这么多冲突，就是因为菲律宾不断的在那个黄岩岛挑衅，中国大陆就划设领海基线，然后就严格的在执法了，那所以才会有这些水枪水炮，那把这些菲律宾靠近的船只驱离。其实这就是中国大陆现在南海的策略，你挑衅，你踩红线的话，那就把红线画得更靠近你那边，所以这个应该是会不断的冲突，而且最近这个菲律宾有两件事情，所以他们要提高挑衅。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就是说他们正在举办这个东协外长会议，他要借这个机会来在南海制造一些事端。来在这个东协会议里面把这个南海问题放回到那个议程，可是好像没有成功。另外一方面就是第二件事情就是小马可仕现在是这个支持度越来越低了，不到30%了往这个20%走了，所以他需要一些这些能够转移焦点，能够激发民族主义情绪的这种状况。正好中国大陆有一个报纸叫中国日报那么有一个看，就是说他网上批了一个图，那把菲律宾好像影射菲律宾是猴子，那他也没有讲的是菲律宾，那菲律宾就对号入座说你把菲律宾人当猴子看，就是说强烈抗议，所以呢这个时候他要制造一些事端，让国内的这个注意力转到南海上面来，所以才会有这些问题那不过就是说刚刚讲到这个什么打 BB 弹的事情其实这个当初会有黑熊部队那是因为看到乌克兰有这个亚速营，他要从这些社会的这些极端分子里面找到一些人在社会里面成立一个社会的武装部队。你知道那个亚速营的成员是什么吗？亚速营成员是乌克兰的足球流氓，他们到哪里看足球赛就到处跟人家打架。然后呢，自认为是社会的正义天使，到处去砸别人的店，结果这些右派认为这些人可用，可用，就成立亚速营了。可亚速营现在到哪里没有一场打胜仗对不对？那台湾事实上，我们黑熊部队的话，事实上的话，现在负责人已经弃军从政了，然后金主现在也不见了，对不对？所以这种能依靠吗？这种作为就变成就是说，你可以看出我们现在这个当局他不但什么都要去，最重要，他最不该的把军队去专业化，军队是要最专业的，结果把军队去专业化。然后呢，最近呢还有一件事情，我想大家也应该都知道的，就是有一个很有名的公司，现在非常有名，叫麦福国际，登记资本额1900万。主要的业务是做室内装修公司，福麦国际室内装修公司，它居然得到了我们国防部军备局一个高能炸药5.7亿台币的，将近6亿的一个标案。这个室内装潢公司开始卖炸药，那我觉得比打 BB 弹还更荒谬。以后那个我们的国军炸都是哑弹的时候上了战场那个炸药都炸不开的时候那这个呼天不应，呼地不灵了。对，不过福麦这个目前国防部是跟他解约了，因为他没有拿到许可证。但是因为被啪康了，对，所以种种的他就做成了，种种的事情都觉得有点上梁不正下梁歪好，休息一下，马上回来。